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背包乱斗的视频了。这一次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有关于我们的狂战士的一个上分的一个思路分享啊。小米目前已经刚刚拿到了钻10排位啊，其他职业没怎么玩，我一直最近玩的都是这个狂战士啊。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这里并不是给大家推荐某一种固定思路的构筑啊，我个人只是把我的一些玩它的一些心得和想法给大家分享啊，希望能帮助大家快速上分啊。首先呢，关于狂战士，它一共有5种子值啊，其中3种吧算是现在比较主流的子值啊，一个就是我们的直虎，现在是天梯里排名数量最多的啊，就是这个直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铁针，但是在我们0.9.1的这个版本更新之后，铁针的这个流派有所削弱啊，但是即便削弱了，它也是从 T1往 T1.5上走了一些啊，但是仍然还是很强力的啊。然后现在加强了一个，就是这个萨满面具。萨满面具呢，虽然加强了，但是由于它这个道具本身的效果并不强，它是消耗2层幸运啊，来获得5层随机的增益效果。它这个物品的本身效果不强，它只是在商店里出售的这个符文啊，这几个符文，尤其是这个猎鹰符文，猎鹰符文放在背包里可以给对手加致盲，放在武器上加爆伤加暴击率啊。然后大象符文这个加眩晕。然后基本上都是放在武器上的，你实在没格子，放在背包里加40点最大生命也是非常划算的啊。这个冠符文呢，我一般是给它放在护甲上的，来起到一个直接的减伤的效果。这3个符文非常的优秀，但是它这个自己本身的实力实在是不是很厉害啊。所以呢，我这里给大家推荐2个比较我用着比较顺手的2个上分的套路啊。一个就是用这个铁针配合我们的这个双刃斧。铁针呢，它之所以强势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星星特别多啊。它这边这么多个星星都能给它的这个绿色三角的这个绿色方块的这个武器进行加成。我们把这个双刃斧放在这个绿色方块的这个位置啊，然后靠这个铁针的 buff 来提高我们的这个武器的伤害啊和耐力减少。但虽然它削弱了，但它依然还是很可以用的。那这个星星里放什么呢？千万不要去放什么甲呀、手套啊、靴子啊这些东西啊，放宝石啊，只要是合成过一次的宝石，包括燃烧的煤炭都可以放在这一圈里。所以它的加成如果配上宝石盒的话，是非常容易凑到的啊。所以这个流派即便在现在它也依然可玩，但是呢，它之所以不稳定，或者是说它没有这个直虎厉害，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这把战斧，这把战斧是蓝色品质的，想合双刃斧呢需要2把这个蓝色的战斧。你前期如果刷的不好，刷不到，你一直等一直等啊，你就容易把自己等崩了啊。哎，这个是这个流派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前期崩了的话，你会掉非常多的分啊，就不划算啊，因为上分很慢啊，你这个掉了很多的分就不划算了啊。所以呢，这是这个职业的弱势之处啊。那另一个职业呢，相对来说，或者另一个子值呢，相对来说就稳定一点，就是铜之虎。铜之虎呢，它是主打一个30%的几率眩晕对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配合我们的这个大锤，大锤有50%的几率眩晕啊！大锤加上直虎，配上匕首啊，匕首呢不消耗耐力啊，就所以整个的套路里只有大锤和这个直虎啊是这个什么的，是有耐力消耗的。哎，直虎也不消耗耐力啊，只有大锤有耐力消耗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直虎周围一圈一共5个格子，除了大锤以外摆4把匕首啊。4把匕首呢，最好你升级一下，升成毒匕首或者是这个吸血匕首都是可以的啊。来配合我们的这个大锤来打眩晕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但是这个呢流派呢是比较被那些高盾的啊这个职业所克制的啊，因为没有太多的宝石的格子，我们的伤害基本都是靠4把匕首来分摊的啊。锤子虽然也有一些，但是锤子由于它的攻击频率毕竟低啊，这个也不是攻击频率吧，它耐力消耗比较高啊，所以它到后边挥动的次数没有匕首那么多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伤害是在几把武器上分摊的，这就导致呢我们没有办法在一把武器上放很多的宝石，让它达到比如说破甲，比如说这个主要是靠这个蓝宝石啊来直接穿过对手的护盾啊。所以我们面对那些盾叠得很厚很厚啊，血量虽然不高，但是盾叠得很厚的流派就很吃力啊。再包括那些，比如说火法里面有一个提灯法师啊，配合2个凤凰，一个提灯，那个血量特别厚的啊。由于我们的这个锤子的耐力后边肯定是跟不上的，所以如果不能一直眩晕住呢，可能也打不过啊。所以这个流派呢，虽然成型比那个战斧要容易，因为它没有特别难的这个要的这个物品啊，但是它的确它的那什么不好啊，它的被克制的职业比较多啊，就是没有那个的上限高啊。然后有锅啊，我们肯定是这么摆啊，其实可以直接合一个叉叉啊。
直接喝一个叉叉，这个那啥就不要了。叉叉在前期是比较强势的，如果在低分段下呢，我建议去拿这个东西去滚经济啊。但是在高分段下呢，大家的质量都很高啊，前期的这个血量非常宝贵啊，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让我们能活下去啊，让我们能赢啊，所以尽可能的把我们的这个实力加满。第一轮呢，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揉商店，商店我不是前2轮啊，尽量能不揉咱就不揉，能有什么我们就用什么，能让我们存活就可以了啊。这个东西大现在都可以卖的，揉商店是要花钱的啊，不值得啊，很多时候是不值得的。那第2回合我们这个时间点就没有什么我们能看得上的东西啊。剑再拿的话，我们的耐力可能会遭不住，但是可以先搁到包里。这个2个东西4块钱有点太贵，包括它啊，这些我都建议拿打折的，不打折我都不想拿。这边给了一把匕首啊，给了一把匕首，那这把剑我们可以卖掉，把这把匕首拿出来。或者我们先拿盾啊，这把匕首锁一下，提高一下我们的生存能力啊。我们先用护盾提高一下我们的生存能力，然后尽可能的把你的这个物品都摆在狂战士的这个包里啊，让它能够吃到一个加速啊。我们让香蕉吃加速吧啊，这样来摆会更好一些啊。尽可能的细啊，前期能多细咱就多细，这个打不过啊。你可以看到法师啊，火法为什么厉害？前期太强势了，他比我们足足多20血啊。然后他这2个武器，这个配合煤炭啊，这个东西再配合磨刀石，输出也很高啊，所以大概率是打不过的啊。有点希望。这是因为我们合成了一个叉叉，如果我们这时候是一把锅啊，这肯定是打不过的啊。来战斧了，哎呦天呐！来战斧来宝石盒了，那我们就走战斧路线吧。本来我看到匕首，我是想走这个眩晕的那个路线的啊，但是来战斧了，那我们这把铲铲肯定就不要了啊，一是格子放不下，二是耐力也跟不上啊。铲铲打了1回合弓啊也可以了，然后拿上我们这个宝石盒。石头1块钱的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个虽然能买，但是我们没有格子啊，所以放不下，我们就算了。这个煤炭我个人喜欢给它放在护甲里啊，加8点血啊，我觉得比这个要那啥一些啊，要稳定一些。但70%的几率，你别看70%挺高的，你吃不着的话就很亏啊，不如加8点血实在。你可以看到大家基本都是把包塞满的，在这个段位下，如果你还不能把格子全都利用上，基本上是活不下去的啊，就不能像低分数下那么贪了啊。那我们走这个战斧的流派呢，手套很重要，我们这把战斧要吃满各种各样的 buff 啊，所以手套我是要拿的啊。然后黄宝石1块钱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我们就拿着啊。加速包是铁要的，这个护甲很想要啊，但是这个护甲太贵了，这个护甲太贵了。但是这个尖牙我们可以给它拿下，把这个大蒜和这个卖掉啊，把这个尖牙拿下，升级一下我们的盾牌啊。然后我们把手套也要升级一下。好，然后这边摆香蕉啊，加耐力，然后这边加吸血啊。这个红宝石大削了啊，现在1级的红宝石只需7%，红宝石已经没有以前强力了。红宝石的优先级现在没有蓝宝石那么高了。以前出那个完美无瑕红宝石是铁要拿的，现在可以放一放了，可以优先考虑蓝宝石啊。还行，我们的这个一把战斧在天梯里其实是在前几个回合还是很强势的，但是从第6个回合开始吧，基本上就开始进入疲软期了啊。我们现在呢，商店的这个罕见物品刷新概率是比较高的，下一回合会达到巅峰，第6回合达到巅峰啊，所以我们要在5、6、7这几个回合里赶紧找到第2把战斧，如果找不到呢，这个套路就很崩啊。然后宝石这个东西呢，在我们还有格子的时候，建议不要给它合啊，一个偷7%，两个可偷不到15%啊，两个只偷10%啊，就反而是削弱了4%啊。有格子就先留小宝石啊，没格子再考虑大宝石。这个如果遇到2块钱的可以拿着，就帮我们去找这个战斧啊。4块钱的我觉得太贵了啊，不要啊。耐力包肯定是要的。那这回合我们应该是找不到战斧了啊，那我们就拿耐力包啊，理个财，再配一个石头啊，然后这边我们可以换一下位置啊，让这个手套呢加速一下我们的香蕉啊。这样来吃啊。好，我们来开始。这个套路就是怕找不着第2把战斧啊，就非常的崩啊，非常的崩。我们俩差的不是特别多，他盾很厚啊，他有个钢粘啊，我们有点打不动他，应该是我们输啊，钢粘有点太厉害。
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又来匕首啊，来匕首，我们也不走这个流派了。我们走铁针的流派啊，所以这把匕首没有用了啊。4块钱的宝石太贵了，但是4块钱的水晶可以拿一下。我们把宝石下掉，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战斧。哎，来了，3块钱，漂亮。好，然后加速包也有第2个啊，那我们就来了啊。我们来看看怎么摆啊，我们稍微摆一下。好，这样就摆好了啊，让战斧能吃到最高的加成，但是耐力应该是扛不住的啊。虽然有1根香蕉2个黄宝石啊，但应该也是扛不住的。合成战斧这一回合是可以卖掉的啊，输就输了，赢了当然最好。那我赢不了就输吧。哇，这火焰剑都合出来了，绝了！好啊，那我们既然走这个流派呢，第2个宝石盒是可以拿的啊，第2个宝石盒是可以拿的，但我们现在有点没格子啊。这把战斧一出来之后呢，对格子的消耗非常的大。我们这一回合因为马上要转职了，这一回合要优先去找格子啊。这边红宝石我可以给它合一下了，这个格子现在不够用嘛。很想拿第2个宝石盒，也很想要手套啊，这个甲也很想要。然后最想要的是格子啊，最想要的是格子。我们想一想什么东西最关键啊？这些都不关键，格子还是比较关键的啊。来格子了，哎呦，8块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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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把它卖了。看一下怎么凑一下啊？怎么凑一下这个位置？甲其实是想要的啊，我们现在太缺防御了，我们防御端现在基本上等于是0的状态啊。这里可以给它合一下，甲是挺想要的啊，但是最好要打折的，我们就不锁它了啊。无论是哪一种甲，我们之后肯定是要补的。好，我们来走啊。现在耐力其实还好啊，因为我们有2个耐力包啊，再加上宝石，我们耐力其实还可以。然后有了这个宝石之后，对手的甲呢，基本在我面前就是虚妄了啊，虚无，对手的甲就完全可以无视了啊。那我们就走这个铁匠的这个套路啊，这边100%穿盾啊，非常的强势。好，然后这个红宝石我们拿着啊，这样我们可以合一下，然后把宝石盒下了。我们现在要找格子和护甲，格子来了，但是没有护甲啊。再刷一下有护甲我们也买不起了啊，但是我们还有1颗珠可以卖。这样的吗？这样的，第2个4块钱的宝石啊，但是这个鸟也不错啊。这个鸟也不错，这鸟9块钱的有点贵啊。我思考一下，我先摆一下，看看我们怎么弄啊。那我们就把第2个这个腐败水晶拿着了。反正是这2个宝石都是打折拿的，然后尽量让你的铁针吃到最大的 buff 啊。我们1个手套1个盾牌1个黄宝石1个这个双刃斧啊，吃到了4层。然后这2个黄宝石在这个铁针附近合成之后，还会下一回给我们一个火焰，火焰就可以升级这个煤炭变成燃烧的煤炭啊。然后燃烧的煤炭还可以那什么，我们这个流派是非常非常缺格子的啊，格子要多少就来多少啊。对方没有甲哦，对方输出好高啊，打不过啊。哇，对方输出好高。爆炸输出啊，还给我上了10层木芒，哎呀，好难受呀。宝石盒下了，格子护甲，护甲，猪肯定是卖了，格子拿着。宝石盒第2个，想要但是放不下啊，想要但是放不下。红宝石先搁到这里。这边看看怎么摆啊。香蕉是要比黄宝石厉害的，我个人觉得香蕉比黄宝石厉害。这里我们只能再合一下了，我们太缺格子了。这边我们看看怎么弄啊。我们要快速的把宝石叠起来啊，所以第2个宝石盒我觉得是可以拿的啊。那这个香蕉可能暂时先放下了，我们要这2个黄宝石啊，这2个黄宝石先不着急合啊。也合不了啊，也合不了。这样的话，问题在于吃不到呀。我们把这个格子放下来，哎，放下来，这样啊，这样能让我们的铁针吃到最多的加成啊。好，我们来下一回合。
哎呀，格子，我需要大格子。哦，对面走的我刚才说的那个流派啊，直虎配合眩晕配合匕首啊。看看我们谁更厉害一点。他没有防具啊，他吃亏在没有任何防御啊，他扛不住啊。哎，然后我们这边拿了非常多的火焰啊，这回合经济应该是很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宝石盒，先下掉啊。我们现在不着急要宝石，我们要格子。好，5块钱的4个格子还算不错啊，拿着。手套可以再拿一个的啊，一个手套实在是有点少啊，再拿一个。但是这边又不好摆了，我们再调整一下。调整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再揉一下呢？再揉的话也买不起，再来一下。这个很想要啊，很想要，这也很想要。都很想要，但是没有办法都锁啊，还是优先找格子，没有格子这些都没有用啊。好，那我们调整一下。好，我们这么摆啊，然后红宝石合一下，用这个煤炭也可以再额外的加一格加成啊，我们能堆多高就堆多高，在有限的格子条件下能堆多高就堆多高啊，这就是提灯法啊。提灯法，双火焰匕首在这个版本削了啊，所以没有那么强势了，否则是铁打不过的啊。现在也悬啊，也悬，哎呀，刚才那2个落空太致命了，哎，漂亮。哇，要不靠最后这一下，哎，终于有大格子了啊！16块钱的宝石是不可能拿的啊，3块钱的鹦鹉魔药可以拿一下，可以跟这个香蕉合一下，但是我现在还是缺格子啊。这里我们稍微的再调整一下，每一回合都得调整啊。绿宝石我们的流派没有用啊，就不要了，卖掉。然后紫宝石往这上弄。这2个红的暂时先不合啊，先锁在一起。然后魔药我们拿过来，这边剩下的地方白火，我看看啊，这里可以拿下来一个红宝石给它凑这个啊，甚至可以再拿下来一个红宝石，再拿一个红宝石啊，我们尽量的把这个加成堆高，红宝石保证我们的耐力啊，其他的这个可以不上啊，打造完了以后这个可以不上。这个2个手套打完之后可以卖啊，可以卖。这个东西5块钱，非常的值钱啊。我们现在还可以再揉一下啊，我们还有钱啊，再揉一下。还是格子为优先啊，格子啊，因为没有格子的话，我们太多东西都上不去了啊。我们现在这些火焰对我们来说都是战力啊，这个很好啊，我们这样就可以把火焰都摆上去了。至于心之容器暂时不急，我们现在比较急的应该是王冠和那个法球啊，那个这个宝珠啊，就这个魔法球啊，蓝莓也是不错的，都是为了我们后边皇冠能够提供足够多的无敌时间啊。哎呦，又一个钢年暴击流，这是一个钢年真的很强啊。好在他加的甲对我们来说是虚无啊。好在他的甲对我们来说是虚妄，没有用啊。再打一个甲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优先级并不高啊。再打一个甲不是不可以。好，红宝石我们可以放上来一个。宝石我们尽量合一下啊，尽量合一下。我们在这边调整一下。煤炭拿着，煤炭能凑我们的这个啊，而且煤炭我们这边直接就能燃烧起来。甲我们留一下啊，但我更想要那个神圣甲。格子和宝珠来了，那我们优先要这2个啊，优先要这2个。这个呢，目前我们只是拿着，没有王冠配合之前，它对我们来说用处并不大啊，因为它给的魔法我们花不出去啊。它自己虽然能花，但是30点实在是太高了，基本上是不可能花得到的，所以用处不大啊。这边我们看看怎么调整一下。这里 buff 还是尽量吃啊。我们把这边黄宝石合一下。好，等格子大了之后，我们再做大调整啊。这个一个战斧占了4个格子，太浪费了，我们之后肯定是要改的啊。然后其他的都不要了，我们开始第12回合，还是缺格子啊。这是一个吸血流啊，疯狂吸血吸蓝啊。好在蓝对我们来说没有大用啊，看看我们的攻速快不快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手套多，攻速够快呢，你就能秒掉他；如果你手套少了，你攻速堆不上来，你就打不过他啊。现在我看一下啊，红宝石上来，这个可以搁这儿。紫宝石合一下，然后这边又有一煤炭，我们要调整一下，然后继续找格子啊，宝石盒下了。蓝莓1块钱的我们就拿了，2块钱的不要啊。找格子，这个鸟，我们其实就一把武器比较这个着急触发啊，其他的不重要啊。这个9块钱太贵了，我觉得不划算啊。要个盾牌可以，这个盾牌可以合一下这个魔法盾牌，或者是再打一个甲，第2个甲没拿到神圣甲，我们打第2个甲也是可以的。性价比来说肯定是第2个甲更高啊。这个魔法盾牌呢，看一下效果给大家。这个啊，这个就主要是每获得12点盾牌，可以获得一个那个什么1点的魔法值啊。我们现在有这个魔法这个球来触发王冠，所以没有那么高的需求啊，对它没有那么高的需求。我们换一个位置啊，主要靠这个斧子来触发，然后这边吃一些宝石的加，我们这里还得调整啊，我调整一下啊。好，调整完啊，这回我们的这个铁针就吃满了，吃到了这是1、2、3、4、5、6、7、8、9、9、2、9、18点的伤害加成，以及4、9、36%的耐力消耗减少啊，就很强了啊，输出应该会很高，再配合2个这个腐败水晶，打双倍伤害啊，到最后一点的时候，我们的爆发会很高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到后边的伤害，被打了个暴击啊。哎，哇塞，打空了几下，绝了！说好的爆炸伤害呢？还剩几个心？2个心啊。这个格子肯定是要拿的。皇冠来了啊！皇冠来了，这个球我们得换一个位置，然后尽可能的让它能多吃我们的魔法啊。物品被激活是50%的几率获得1点魔法值。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紫水晶放到护甲里，这边最好有个蓝莓就更好了。没有蓝莓没有蓝莓。1块钱的黄宝石不是很想拿啊，宝石没有什么用，可以卖掉。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格子了，我们再揉一下看看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不下我们的宝石盒了啊。这个是可以拿的，3块钱，3块钱可以拿啊。再揉一下，第2个宝球，我们这些火都是可以用来理财的。第2个宝球放哪儿啊？给谁用啊？第2宝球用不上啊。用不上，那就先这样了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魔法如何啊？能提供多少？能吃几次无敌啊？最好能吃2次，吃1次是保底。哎呦，又是这种。每次看到它我就很脑壳疼啊！这只能帮我们净化一下了啊！吃了1次无敌好像，但是也不行啊，你根本打不过啊！这种根本打不动，这种怎么弄？这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弄啊！这种太头疼了，完了就剩1滴血了。这种经常遇到这种就真的没办法讲理啊，不讲理简直。这些都不好啊，这个格子太大了，我们最好能再找3个加速包，这才3个啊。手套倒是可以拿，我应该让皇冠自己去吃这个球的，傻了。手套拿着，再来。这格子虽然不好，但它也算是格子。有格子我们就可以把火都填进去啊。这2个红宝石可以合一下，这宝石卖了。这个蓝的，可以拿了放护甲里啊，可以加盾，毕竟我们在滚魔法嘛，可以拿，可以，但不好，不厉害。5块钱的它，5块钱的它我们拿下啊。好，那我这里再调整一下。
好这边弄好了，我们让这个歪鬼鸟加速一下我们的战斧和我们的皇冠啊，主要就是他们两个，其他东西我也没有什么就可以加速的啊。哦，这是个大锅流，这个大锅流好奇怪，全是大蒜啊。这个大锅流好奇怪，全是大蒜啊。还有一把死亡镰刀，哇，毒好高呀！哎呦，天呐，我差一点。好，我们终于啊擦边进了加时赛啊，差点没进去。好，擦边进了加时赛，我们把红宝石这样就可以合一下，把它俩合一下。然后绿宝石卖掉了，这种格子不好哈，不优质啊，7块钱不值得。它倒是可以拿一下啊，它倒是可以拿一下。可以把这个升级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卖掉了。3个手套了，差不多了啊，不能再贪了。可以考虑把它拿下，不太好放啊，我这里要思考一下。这里我们再揉一下，否则不好摆啊，看看能揉到什么。这个肯定得拿，这个甲其实很不错啊，那我们有2个这个甲了，这个不打折就不换了。红宝石，那应该是揉不到格子了啊，还能再揉一次。哦，有1个格子也是不错的啊，有1个格子我们这里就能解决不少事儿啊。我看看这个怎么弄啊？主要是这个甲不好放啊。这个甲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小意思啊，放下。这边差1个加成，我看看啊，这边之前放的是什么？差1个加成，我们放这个，放煤炭。这里药水儿，哎呦，药水儿摆不到一起去了啊，摆不到一起去了就，主要是这边不能动啊，这边不能动，看起来很自由的地方都不自由。那这个药水不要了，我们留耐力啊。耐力应该是够的啊，耐力应该是够的，我们要保命的啊。好，就这样。然后有没有什么可以合成的宝石？没有，那这里先暂时不要合。这边红宝石可以合一下。蓝的啊，蓝的可以合一下。好，开始。哎呀，又是这个，别给我打死喽！现在就看我们能洗多少层木马了，已经我们的输出够不够了。我们3个手套，哦，漂亮，漂亮啊！可以，它就2只老鼠，老鼠不是很多啊，还可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可以给护盾提供加成的啊，我们得把它跟衣服放在一起。哦，又得重摆，真的好漂亮啊！5块钱的雪护符，我们后边很难去凑这个啊，我们现在已经这么满了，很难凑的啊，我们刷一下。哎呦，终于来小包了啊！这个也得拿，行啊，那我们再重新摆一下啊。好，摆好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盾牌上和护甲上还有很多空的槽位啊，我们可以再去揉一下宝石啊。哎呀，能不能给点好东西？第4个手套，如果有血护符的话，可以和一个吸血手套再来加速一下我们的斧子啊，是可以的。那我们就留下它了，我们再递一下啊。卖一个火，来一个这个我们都暂时不要融合了，我们格子也没有填满啊。这里因为没有锻造锤啊，锻造锤已经让我们卖掉了，所以这里我个人的想法是，就先不放上去了啊，我们等到，我思考一下啊，我们等看有没有血色护符啊，有血色护符升级我们再放吧，能加快20%。现在留了很多火啊，我们还有最后2个回合。下回合铁定是这些用不上的都要卖掉了啊！我们来找那啥，它叠盾的啊，它叠盾的就注定要被我们克制啊。叠盾的在我面前不值一提啊。耐力包，
那里边啊，蓝的宝石能拿就拿，这个时候宝石盒已经没有用了啊，全可以扔掉。加速包我们一共就拿到4个，但实际上它最多能吃6个，没给大家看啊。哦，第4个我还没吃到啊，这我得重摆一下啊，重摆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如何来给这个战斧吃6个包啊！我们现在这是4个，你可以看到这么放的话，已经是吃上。这边没有格子，所以看不到啊。我们如果就这样放下的话，吃到1格战士包，已经把4个吃满了。然后我们这里再放一个加速包，这就第5个。然后把这里再换成一个加速包，这样就吃满，吃成6个。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这个没有这么多包啊，所以没有什么用啊。我们可以再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小加速包啊。这个先拿着啊，2块钱。第2个皇冠。我觉得不如第2瓶要啊，那这个不要了。现在才来没有用了，但是可以加一下最大生命上限啊。那这个手套我就不要了。煤炭拿着，火我们可以卖啊，反正我们装不下来，这个就赚了啊，拿到这个东西就赚了。好，我们把这个拿着啊。那好，现在就可以开始摆了。没有更多的加速包啊，那这里就不值当这么摆啊。那我们这边稍微的再调整一下。好，我们这样就算是摆满了啊。鸟加速我们的皇冠和斧子，然后护盾，哎呦，护盾只吃到了1个加成啊，这个没吃着。这个想吃着，我们这里因为少一个格子啊，太难了啊。如果不少这个格子的话，哎呦，我这小包太少了，没有拿到多少小包。我们还有钱啊，我们揉一下。小包3块钱，耐力包，3块钱的耐力包帮不上忙呀，帮不上忙，只能减格子，加不了格子。那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那这里这个盾牌的这层加成就吃不到了，吃不到也就算了，也就算了。黄宝石没格子放了啊，所有的槽位都填满了，火也没有地方了。好了，我们已经极致了啊，反正这把输了也无所谓的，就是少1分多1分的问题啊。这是个什么流呀？又有幸运 buff 流吗？又有钢年，这个好混合呀，这个看不出来食物流，但是食物又不是很多啊。你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最后那2下的伤害非常的高啊。好，这样我们就又升了11级啊。好的，那本期视频啊是已经很长了，这期给大家带来到这里啊，分享了一下我对于狂战士这个职业的理解啊。再往上爬能不能爬？能，但是比较累了。因为狂战士虽然它现在是优势职业，但是它没有无脑的套路啊。我觉得它的套路都不无脑，所以后边每一轮都得运营，都得看发牌员啊。所以我可能到这里我就狂战士不再冲了，以后有机会再来给大家带来其他职业的分享。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视频，别忘了小米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